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肖战感动地跟杨紫说要买婚纱，注意看杨紫吃惊的反应，你是认真的吗？网友们的听力有10级吧，战哥的小脑洞无一例外的被听到了。在余生，请多教我这部剧中有一场戏让战哥印象特别深刻，就是他和杨紫的大婚。在每次采访中都说让他们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求婚，但是还现场演示了如何求婚。从求婚开始，战哥就记住了现场的每一个细节，比如两人专属的交流手势，以及不被关掉的声音。在这对牵手走向观众席中央的镜头中，战哥对子姐说：“这件婚纱你要买吗？”各位大侠，这是什么虎狼之言？信息这么大，这是战哥的心吧？其实，男孩子是想为自己喜欢的女孩子买婚纱，这并没有错。不对的是，这个主意是战哥的。说出自己的意愿的时候，子姐是蒙着眼睛的，完全没想到这个词。子姐震惊地说不要，不过看他转身的表情，还是一脸的笑意。又把时间线拉回到定妆造型的时候，子姐知道要拍这一幕，却难掩激动，脸一跃，特别开心地说：“今天结婚了，开心。”工作人员问杨紫今天要穿几套衣服，子姐也垂头丧气地说：“给你 care。”工作人员说杨紫现在是公主打扮，不能这样说话。子姐立马换了更小声的语气说：“给你照顾啦。”足以看出杨紫真的很幸福啊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杨紫在结婚次数上也算是女艺人了，现实中并没有结过婚，但是在剧中结过几次婚，甚至有的剧中结过4次婚，都是有过的人看过大场面，怎么还会对余生的片场如此激动？第一个是萧朝哥的求婚，第二个是杨紫的回忆婚事，两人真的是甜到要晕过去。我们说的是，如果你想结婚，你应该尽快安排。真别说，子姐的想法真的有些转变，不再只是执着于做一个单身女强人，而是对婚恋有了美好的幻想，想要尝试结婚、生子，拥有自己的家庭。杨紫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，所以非常渴望有一天能有自己的家庭，有自己的孩子，这是一件很幸福、很美好的事情，也是自己目前相当需要的事情片刻。如果想象未来的婚纱照，杨紫希望是那种特别好玩的类型。比如在胡同里的镜头，因为杨紫是北京人，在北京长大，那里有她很多的回忆，所以杨紫会想在老家拍婚纱照，这并不奇怪。大家都想在天安门广场或者紫禁城里面都有自己独特、有意义的婚纱照。好巧，肖战生日那天来到了北京，去了胡同，去了故宫，在这些地方拍了很多大片，真的有点实考婚纱照。不过杨紫实在是不想把自己的私生活分享给大家，在采访中就表态，杨紫表示等他们真的结婚了，肯定会告诉大家，分享给大家，但如果只是私下的关系，杨紫更愿意做2个不被世俗干扰的人。02，还记得小赵哥的红海吗？从谷底到时尚宠儿，肖战真的是无限可能。这是内娱最震撼的8秒，这一幕发生在2020年，肖战沉寂整整10个月的时候，他出现在惊喜星光奖中，这是他今年的第1场赛事。按理说官方会宣传，粉丝也会被告知，可惜不是，内部娱乐不健全。那个时候他剪了干枯的头发，眼神里多了一丝曾经没有的坚定，整个人气都不一样了。等台的时候，小赵整个人都很紧张，一会儿整理袖子，一会儿转动戒指，一副刚出道的少年模样。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，是因为他亲自解散了自己的粉丝后援会，得罪了粉丝就等于毁了前途。肖战不知道以后出去会面临怎样的一幕。当他缓缓走向舞台上，场面一片昏暗，当主持人念出肖战的名字时，场内红光纷纷闪烁。原来没有小在安的知情下，粉丝们还是买了一张散票，拿着属于肖战的应援牌赶到现场。从他忐忑走上舞台到抬头看台，仅仅8秒，粉丝就为他营造了一片红海。此时的肖战已经热泪盈眶，心如刀绞，眼睛环顾四周，仿佛能映射出所有的光迹。而镜头也转向了其他明星，一开始明星们还在各自低着头玩手机，直到一道红光照过来，他们纷纷放下了手，结果抬头的时候，眼前是一片红海，全场的声音以及全场的喊声，彻底震惊了。除了明星之外，就算不是肖战的粉丝，也在这一刻被感染，
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来这震撼无比的一幕。舞台上的肖战一片红光，心里渐渐忐忑起来，放下，随之而来的是自信的笑容。或许这一刻治愈他，是来自粉丝的信任和喜爱。直到听到肖说的4个字，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会受到粉丝的欢迎。在 CUCCI 的全球宣传视频中，原本用英语与他人交流的小小在赞美 CUCCI 品牌时，说出了无限可能这几个字。首先发生的事情就是小潮哥拿了3个世界潮流13个国家的热搜。不过这还不是他最厉害的地方，他也是娱乐圈唯一一位同时被双奢侈品牌请来的男明星，甚至是2个高奢品牌的 CEO， 对他来说都是暂时休战。肖战虽然成为了时尚界的宠儿，但他并没有见任何人。但每当他有空宣传中国文化时，其他明星迎合老外，为了在 INS 社交账号上介绍自己，都是用英文介绍。当其他明星刚出国，晒了各种西餐，只有肖战晒的是中国川菜。其他明星给时尚 CEO 送礼，选择的都是最昂贵的奢侈品，而肖战却选择了浓郁的中国文化。苏绣，一把小扇子，看似不起眼，却代表着很多东西。肖能向更多人展示他的中国文化，就证明了他值得被无数粉丝喜欢。当然，肖战能在时尚圈谋生，不仅仅是靠流量，更靠的是内心的灵气。坚持无限可能2字的他才是真正的顶流。曾经他可能是靠脸了，请从这一刻开始改变对他的看法。他真的是一个值得被喜欢的小鲜肉，而肖可今天一步步蜕变成一个成熟稳重的大男孩。但是曾经的一些经历不能不相关，所以一旦他在娱乐圈混得有多惨，在他成名之前，肖战是多么不受关注。2017年，肖战参加了《快乐大本营》，此时的他只是一个小透明，除了参演情景剧，在接下来的拍摄中几乎没有他的身影。就连选秀环节属于他的镜头也被剪得没剩。如果不是谢娜提到他的名字，或许镜头都不会转向他。2018年，肖战再次来到快书，虽然时隔1年，但他依然不被重视，因为和他站在一起的还有张翰、袁弘等一线明星。当时何老师向观众介绍，台上的每一个人都背负着巨大的收视率和流量，一旁的肖战很是尴尬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并没有什么作品。而他这次来，也只是为了宣传这部小成本剧，而剧中的男主角也只是来找他。他当时怎么也没想到，仅仅1年时间过去，他的身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2019年《陈情令》大火，肖战一夜之间地位和人气水涨船高。当他和王一博再次来到快本时，他的待遇完全变了，从之前的小透明变成了 C 位主角。不仅有2场表演，主持人何炅和谢娜等人提起话题，都围绕在他们身边。要知道那天还有其他明星，比如吴君燕和乔欣等人，但是他们在肖战面前只是作为一个配角。这就是生在娱乐圈的残酷，就是不一样红与不红之间。不红时身边无人，红后身边所有好人，所有人都以你为中心。影星黄渤曾说过这句话，他早就知道娱乐圈的现实。肖战在娱乐圈这么多年，从没有名气的小透明，到站在流量顶端的 C 位，被质疑被认可。如今的他作为娱乐流量的顶端，公关中华文化在国外的推广，真的不得不让人赞叹。最后，对于肖战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03，又一次翻车。微博之夜还没开始就有艺人翻车，胡歌、李现等大牌因票少。近日，微博之夜引发多方讨论，门票争夺战成为热议话题之一。虽然微博之夜的阵容囊括了3代男女艺人，但这场盛宴也因为门票大战引发了不小的不满和争议。本文将从艺人、粉丝、主办方等多个角度对此次活动进行分析，同时发表个人看法。首先，门票大战让微博之夜的前戏火了一把，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。主办方改变了往年的规则，将门票远离公众，而是直接给艺术家团体票，并作为与用户互动的彩票。这让许多粉丝感到沮丧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自己买不到票，而艺人却可以。而粉丝之间也开始相互攀比，甚至为了抢票不惜放出大水。其次，一些艺人和他们的粉丝团把票发给了他们的粉丝，但是有些艺人并没有这样做，这让很多粉丝很失望。即便是一些非流量艺人，也有不少忠实粉丝想要在微博之夜见到自己喜欢的艺人，却因为门票问题未能如愿。第三，
这次微博之夜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比如周深的粉丝被指作弊，肖战的粉丝被指抢了60多张票，其他艺人的粉丝也因为抢不到票而心烦意乱，有的甚至罢工停止更新。总之，我认为这件事反映了几个问题。首先，艺人与粉丝的关系需要更健康、更平等。艺人需要多为粉丝着想，粉丝也需要多一些理性和理解。其次，主办方需要更公平地分配门票，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参加微博之夜。最后，门票大战也需要合理规范，防止出现不愉快的事件和争议。微博之夜的门票大战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和争议。但是，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艺人头上，因为他们不是主办方，组织者的行为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一方面，他们要负责安排活动，让更多人关注；另一方面，他们还要为参赛的艺人提供足够的支持。本次微博之夜，主办方在门票分配上的不公，是导致事态升级的主要原因。对于粉丝来说，他们也付出了很多，无论是宣传艺人的作品，还是支持他们，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。他们想从艺人身上拿回一些东西，想得到主办方的公平对待，这无可厚非。不过也要提醒粉丝，追星是一件开心的事，但也要理智，不要为了抢票不择手段。综上所述，这次微博夜票事件确实令人遗憾和不满，但我们也需要理性看待问题。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艺术家的作品和表演，而不是纠缠于琐碎的事情。对于主办方而言，他们需要反省自己的行为，以公平和诚信的态度对待赛事各方。对于球迷来说，他们需要保持理性，不要不惜一切代价。只有这样，明星与粉丝的关系才能更加融洽，艺人才能更好地展现自己的才华。无论是主办方、艺人还是粉丝，都应该反思自己在粉丝经济时代背景下的行为，不能只关注眼前的流量和利益，而忽视了粉丝的权益和情感需求。对于主办方来说，他们应该制定更加公平透明的票务规则，让每一位球迷都有机会获得门票。同时，主办方需要更加细心地管理参赛艺人，确保他们不会因为一些小利益而伤害到粉丝的感情。对于艺人来说，更应该关注粉丝，不是在粉丝需要的时候才关心，而是时时刻刻关注和回馈粉丝的喜爱和支持。艺人应该明白，自己的成就离不开粉丝的支持，只有尊重粉丝的需求和权利，才能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。对于粉丝来说，他们需要对自己追星的行为和热情更加理智和成熟，而不是盲目跟风和攀比。同时，粉丝们也应该理解和尊重艺人的个人隐私和生活，不侵犯艺人的权益。综上所述，微博之夜抢票事件不仅仅是简单的票务问题，也折射出当今粉丝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和矛盾。我们希望主办方、艺人和粉丝能够共同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，让粉丝经济更加健康、有序、可持续的发展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